明月断桥上，后面起波澜，苦弦干，几心酸，乱心烦。阴云绕青山，人间遇劫难，度众生，下甘一担。我欲乘风去啊，此事古难全。今夕何夕如情缘？爱转千回忆是姻缘，眉目深情的眼，看烟火乘风月儿圆，用千年胸共枕眠。众人皆知，阿楚以质子身份被送去南靖国。数年后，凭一己之力颠覆南境，风光无限。可却无人知晓这背后的辛酸和凌辱。基础果然在南靖国被虐待了。基础一开始去南靖国，根本就不是质子的待遇。更像是犯了恶事的囚犯。他被关在破柴房，吃食都是馊的。后来他千方百计地逃出了宫，在宫外意外与我结缘。可后来我们还是被抓回了宫里。他们变本加厉，日日折磨基础。是因为护我，也不会挨打。若不是你为了陪我进宫，也不必受这么多苦。我忍不了了。别急，还不是时候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是韦贵妃将手伸向了南靖国。她给太监总管打了招呼，南靖国才不管一个质子的死活。老传旨，你的死期快到了。他的手指给我剁了！阿楚，幸亏我那时的医术已经炉火纯青，才将他的手指接了回去。但那个疤痕却永久地留下了。你为什么总带着这个奇怪的指环？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吗？没什么，习惯了。都怪我，是我让基础经历了这些。那然后呢？后来，正如基础所说，王传之死得很惨。按基础的性子，是不会给他好活的。之后，基础利用南靖国皇子内斗，逐个铲除障碍，控制了南境的内政。
没想到他竟然经历了这么多。基础都这么惨了，还有了南瓜。这你得自己去问基础了。我告诉你这些，是想让你知道，基础身上确实背负了常人难以背负的痛苦，所以很多时候，你看到的他，并不是真实的他。太子见了小青，跟他说了什么？属下不知。应该是通知他迎娶林夕瑶的事吧。但为何小青跟他聊完，就离府迟迟未归？属下不知。应该是找林夕瑶恭贺去了吧？对了，太子今日是否有见到南瓜？小主子的贴身婢女禀告，被撞了个正着。你去哪儿了？你为何见了太子之后，就郁郁寡欢呢？基础，虽说我是你后妈，但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的。按你后妈的意思，你应该是南瓜的后妈，为何成为我的后妈？我知道，这些时日让你和南瓜相处，委屈你了。南瓜倒是还好，只要我用我的花式育儿经，软硬兼施，刚柔并济，一定可以把南瓜拿下。就是你无儿无女，何来的育儿经？我天赋异禀，不行吗？这个不是重点。不对，这个就是重点。等时机成熟了，我会告诉你南瓜的事。没关系的，不管你以前怎么样，以后我都会对你好的。怎么对我好？就是对你言听计从，百依百顺。你说往东，绝不往西。把你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心里怕掉了。哎呀，反正就是对你好。你说的？我花心哥说的。你要干嘛？方才是谁对本王说要言听计从，百依百顺？我说的。老妖婆在。那天就这样，我把你的事情都告诉了小青。难怪他一回来就说要对我好。无碍，你的过去让他知道一些，也并非无好处。如今我大仇得报，也想着有一日向婉儿坦白我的过往。阿楚，我想要求娶婉儿。
你意下如何？苏家有毒。若确认15年前的事与皇后有关，那婉儿的生母便是宫野期的杀父仇人。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为何？你觉得我的身份配不上你妹妹？就算你反对，我还是要求娶婉儿。宫野奇，婉儿，怎么这么不知啊？我想你平日最喜欢在摇椅上钓小红，日后便可以你一边钓小红，我一边看书陪着你。那可好啊，那我这是提前过上了闲云野鹤的生活了。哎，如此说来，静之书斋和悬疑阁大可以合并，一边制书一边制药，更名为玄静居，倒也不失是个医生宜心的好去处。还是我的婉儿聪明。哦，对了，我听合同说你去找三哥了，可是有什么事情吗？婉儿，你一向懂事，从不问我的过往。你是不好奇还是？当然好奇啊！喜欢一个人，就会去想了解他的全部，所以我一直在等你主动告诉我。婉儿，我的过去鲜血淋漓，我不知道你是否……无论你如何，我都能接受。我出身衣冠之家，父亲宅心仁厚，善于研制奇门之药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终让自己遭受了灭顶之灾。娘娘，微臣恕难从命，不能将此药交治于你。微臣只想兢兢业业救人治病，干不了这害人之事。苏太医，本宫给你1日时间考虑，若给不了本宫满意的答案，本宫自有法子血洗你苏府。是韦贵妃。15年前的妖毒案，连你家也被牵扯进来了。正是。那妖毒其实是我父亲所研制，本是驻颜之方，却因放错了一味药材，意外发现了，可以暂时使人妖化。父亲本想毁掉此药，不料他的同僚柳明胜为了讨好韦贵妃，将此事告诉了他。原来妖毒是这么来的。韦贵妃逼我父亲为她配制妖毒，遭到我父亲的严词拒绝之后，担心我父亲将其目的
公之于世，便故意设计陷害，害我家被满门抄斩。我有老仆护送，才幸免于难。这个韦贵妃实在是恶毒，你全家上下几十口人，就这样被祸害灭口。她如今落得这样的下场，也是罪有应得，死不足惜。婉儿，我头一回看你把生死挂在嘴边。那是因为我心疼你有这样的经历。明月断桥上，湖面起波澜，苦弦感激心酸。都过去了，婉儿。前半生我执着于复仇，后半生我只剩下你了。今后有我继婉儿在一点，就不会让宫野奇受这样的委屈。你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完了，你还要我说什么呀？婉儿，无论前方有多少阻力，我都要明媒正娶你。殿下，属下已将沐浴安排妥当，只是不知为何，今日是花瓣浴。你无儿无女，何来的育儿经？我天赋异禀，不行吗？这个不是重点。因为昨日王妃对本王提起了育儿经。育儿经？哦，莫非是王妃想为殿下生儿育女了？本王也是此番见解。如今这局势，如若小青有了本王的子嗣，就算皇后那边再有什么动荡，也没人敢动她。哦，殿下说的是。你唤王妃来一趟兰亭池。是。奇怪，让下人拿帕子不就行了，还专门让我跑一趟。是王妃吗？啊，是我，我把帕子给你放这儿了，等会儿你自己出来拿。这祭厨又搞什么鬼？还不快进来！不是说好言听计从的吗？来啦！
可愿与本王共浴？这就是传说中的美男计。这共浴多没劲儿啊！要不我给殿下来一个按摩？按摩？这个药物啊，有美白的作用，还可以润肤。试试。来嘛，过来。坐好啦。我还没开始搓呢。干嘛？你别跑，我还没搓完呢。搓时间匆匆了几回，缘断间，何来天造的一对，浮华万千的。我的心也不干净了。记住，你到底给我下了什么蛊啊？我的满脑子都是你！这些是药本，给。传奇典故。这些是言情画本。早先不见你读言情画本，怎么近日
若是不懂风花雪月，怎去攀谈？不须懂风月，已在风月中。若是能如此与你，看着书，采着草药，慢慢老去，定然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了。殿下，属下知道您昨夜跟王妃失败了，但属下有一好计。依属下猜测，王妃只是女子害羞罢了，殿下还是要采取主动。说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属下去鬼市寻得的一好物。摊主说了，这叫送子丸，男人吃了该丸，妻子便能如愿有身孕。萧炎，这就是你说的好计？下去。是。送子丸。基础在我脑子里转悠了一天了，我原来怎么没发现这个家伙是个运动健将？救命！我完了。你怎么了？你喝酒了？身上没酒味儿啊！哎！你要干嘛？耍流氓！你放我下来！我没想到，送子丸竟是媚药。送子丸，媚药，你知道是媚药你还吃？因为本王见你想要绵延子嗣啊！我什么时候说要生孩子了？不是你说的育儿经吗？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明明是你想对我图谋不轨。那你呢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喜欢我吗？等，不行，记住，咱们还是找点别的事转移一下注意力。什么事？先不放尘树影幻想，云水两茫茫，空相望，各在梦中央。举杯邀月，无处话凄凉。别君已难忘，留一香，情缘散场。三尺红台再叠红妆，如今你又在谁身旁？我又何必张望？
你从不是我的远方，只是情不知所起，撩拨心房，骗我情深一往，与你同往，爱有多荒唐，重复着假象，还向往，情不知如何而终，留我彷徨，奈何悄然伤亡，人人心伤，徒留我梦一场，怎么还渴望和你共赴天荒？三只红带在点红妆，如今你又在谁身旁？我又何必张望？你从不是我的远方，只是情不知所起，撩拨心房，骗我情深一往，与你同往，爱有多荒唐，重复着假象，还向往，情不知如何而终，留我彷徨，奈何悄然伤亡，让人心伤，徒留我梦一场，怎么还渴望和你共赴天荒？